把枪放进凉水里浸泡10分钟，接着又放进细沙里滚一滚，瞄准射击。那些用来测试的枪不是卡弹，就是不能排除弹壳。唯独有一把枪通过了所有测试 ，AK-47，而它的设计者是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士兵，他叫卡拉什尼科夫。原本他是一名坦克兵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驾驶的坦克被一炮击中，但卡拉幸运地活了下来。炸伤胳膊的他被送往战地医院，但是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卡车一路打滑陷进了雪地，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伤兵根本没办法将卡车推出来。队长只好带着卡拉到附近村庄借毛驴，看能不能把车拉出来。两人步行到村庄，怎知村子里有德军埋伏。队长给了卡拉一把手枪，要他跟在自己身后30米的距离。两人小心翼翼地进村，这时屋里走出2名德国士兵，队长果断开枪击毙2人。这时身后又出现1名德军，怎知关键时刻队长的枪却卡壳，被德军一枪打中胸口。随后卡拉迅速开枪击毙德军，好在队长福大命大，没有被击中要害。在前往医院的路上，卡拉检查了队长那把卡壳的枪，拆开一看，发现这把枪确实存在严重的技术缺陷。卡拉心想，这种枪如果放在战场上，不知道会白白牺牲多少战友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卡拉的伤基本痊愈，医生让他休假回家养伤。于是他坐上了返乡的火车，整个车厢坐满了伤员。卡拉通过和老兵聊天得知，这里大部分的伤员都是因为枪械出了问题才导致受伤。于是他掏出一张枪械设计图，告诉老兵自己正在研究一把自动步枪。这位断了双臂的老兵一看，鼓励卡拉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这样战场上就能减少一些牺牲。受到鼓舞的卡拉瞬间燃起了造枪的想法，于是他在半路果断跳车，放弃回家的机会。他坚定地要把自己设计的枪造出来。卡拉来到之前工作的机务站，找到站长说自己想要造一把枪，一把能减少前线士兵伤亡的枪。但站长听完却送了他3个字：卡拉气得摔门而出。被拒绝之后的卡拉并没有放弃，他正坐在长椅上思考办法时，突然听到旁边几个士兵闲聊，说今天有一名将军要来检查工作。卡拉一听，这办法不就来了吗？他赶紧跑去找到将军，就国家当前的形势一顿分析，随后表明自己造枪的想法。在卡拉的死缠烂打下，卡拉成功拿到了介绍信。站长不敢相信，中校也陪着小孩胡闹，但是看着介绍信，站长也没有办法，他只能给卡拉安排了个办公室，而且是最角落的小房间。就这样，卡拉开始了自己的造枪之路。时间紧，任务中瞌睡了就地躺下睡觉，很快白纸上就呈现出一把枪的模样。为了完成枪支的制作，卡拉找到站长寻求帮助，但站长却以没有多余人手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于是倔强的卡拉开始独自制作，由于手臂受伤，他根本无法完成。工人们得知卡拉造枪是为了前线战士少流血，他们便利用下班时间帮助卡拉切割的切割，钻眼的钻眼，打磨的打磨。很快在大家的努力下，一把崭新的突击步枪造了出来。卡拉迫不及待带着工人们测试这把枪的性能。男人举起步枪单发射击，子弹轻松击穿50米外的铁桶，接着连发射击，瞬间将水桶打成了马蜂窝。工人们立马上前查看子弹受损情况。此时的 AK 发明者卡拉无比紧张，单手用力地攥着自己的孩子。当他看到子弹受力均匀，他兴奋地希望自己的枪得到量产，于是去找少校。可门口的警卫兵看他带着枪支，直接将他关了起来，枪也被扣留。警卫兵把枪交给了少校，少校看这把纯手工打造的枪，顿时来了兴趣，出于好奇带着枪去靶场测试。一艘子弹打完，少校大吃一惊，这把其貌不扬的步枪不但使起来顺手，精准度也十分的高。上校意识到卡拉可能是个天才，于是立马将他放出来。上校告诉卡拉，要想这把枪得到量产，就必须参加全国枪支设计比赛，只有通过军方测试的枪才能大量生产，但参加比赛的前提是必须得到将军的认可。第二天，少校把枪推荐给了将军，将军也很好奇，于是亲自来到靶场测试步枪。测试结果让将军大为震惊，于是答应给卡拉写一封推荐信，让他代表军区参加枪支设计大赛。1943年，卡拉代表所在军区来到莫斯科参加比赛，武器研究所给他单独提供了工作室，还配了一个漂亮的老婆。经过几天的工作接触，卡拉很快对自己的老婆心生爱意，不久便到了评选卡拉的枪。但遗憾的是筛选被淘汰，他只能被迫和老婆告别。这次卡拉比赛虽然被淘汰，但上级领导还是很欣赏卡拉的才华，于是将他安排去研究轻机枪。就这样，卡拉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也为了尽快见到心爱的老婆，他起早贪黑开始设计轻机枪。随后在专业团队的制作下，轻机枪很快造了出来。对轻机枪的测试无疑是非常成功。卡拉第2次得到机会参加枪支设计大赛，他还利用空余时间慌忙找到老婆。女孩再次见到卡拉，激动的两眼泛泪光。就在他们散步聊天的时候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卡拉就这样顺势躲进老婆的房间。在一场雨的帮助下，他们的感情瞬间升温。第2天，长官宣布比赛结果，卡拉依旧没有被选上。2次的落选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天赋，于是他决定重返战场。卡拉找到军医，恳求军医能给他开个健康证明，但军医在检查过他的身体之后驳回了他的申请。1945年，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战争结束了，所有人都开始欢呼庆祝，只有卡拉陷入了迷茫。战争结束意味着他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。
不甘心的他抱着自己的枪找到领导，告诉领导自己想要回老家。领导看着他没有说话，而是递给了他一封秘密文件。文件上写着，战争虽然结束，但是军队需要配备最先进的武器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这样，卡拉又被留了下来，还设立了单独的研究部门，总结之前2次失败的经验，和其他专家的不断沟通。卡拉打算重新改进一下他的步枪，他明白枪械的设计一定要简化再简化。终于在2年后，步枪之王 K47就此诞生。士兵用粉笔随手在铁桶上画了一个圈，然后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。这是步枪之王 K47的首次测试，但巨大的枪声却引来了守卫。男人卡拉被抓走，但他却癫狂地笑了起来，因为他终于造出了2000块一把的步枪之王。卡拉也因为违规测试枪支，被带到了将军的办公室，而将军也是著名的武器设计师，大盘狙击枪就是出自他手。将军好奇卡拉究竟设计出了怎样的一把枪，能让他违反规定私自测试，而卡拉却认为将军要盗取自己的作品。将军表示自己的枪已经装配好，正要送去参加比赛，更何况自己这么大的将军，不需要他的东西来加冕。卡拉这才放心带着将军来到武器室，当着将军的面将枪拆解。将军将枪重新组装好后，彻底被这把枪征服。将军觉得卡拉的枪前景更广阔，于是让副官把自己的枪封起来留作纪念，这让卡拉为之前的怀疑感到羞愧。很快，1年1度的枪支设计大赛正式开始。为了测试在实战中可能遇到的情况，所有参赛枪支都必须先在水里泡，然后在沙土里面滚一滚。在这种实战模拟下，其他参赛枪支不是卡弹就是无法射击，只有卡拉设计的 AK47保持了精准的射击和稳定性，无论是点射还是连发，都能精准的命中目标。最终，卡拉获得全国比赛冠军 ，AK47也终于大规模开始量产。1949年，卡拉获得斯大林最高荣誉勋章，并被邀请参加阅兵。同年，这把突击步枪成为苏联军队的制式武器，并且以卡拉的名字命名。AK47在2战结束之后才诞生，但从诞生之后却受到无数军队的追捧。迄今为止，全球超过2亿把的 AK47装备给超过世界上一半的军队，成为了世界上杀人最多的武器。